我们总以为时间会淡化一切，但有些记忆会藏得更深，它们沉入我们的潜意识，像未愈合的伤口，被日常生活一层层覆盖。我们继续向前走，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情境总让我们莫名难受，或不自觉退缩。创伤不总是来自剧烈的事件，有时它是小时候一句忽略的话，一个未被拥抱的瞬间，一段被误解的情感。我们以为已经忘记，但身体记得，心也记得。于是我们的人生剧本悄悄地由那些未释放的记忆所编写，吸引来重复的模式，类似的对象，相似的挫败。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，而是潜意识在寻求修补的机会。真正的释放不是压抑，也不是否认，而是一种温柔的看见，一种允许。允许自己去感受那些被压下的悲伤、愤怒、恐惧，给他们空间，让他们流动。在释放的过程中，我们可能会感到更痛，那是因为原本紧闭的伤开始松动，情绪终于被看见。这不是退步，是深层的疗愈开始运作。很多人会问，我为什么还在原地？但也许这正是宇宙的慈悲，它让你停在这里，是因为你终于准备好回头，拥抱那个受伤的自己。自愈不是一蹴可及，它像是一层层剥开内在的盔甲，让真实慢慢显露。我们学会与情绪共处，而不是与之对抗。释放是选择不再责怪自己，是原谅那个曾经只能用防卫保护自己的你，是看见自己即使在创伤中，依然试图爱人、活着、前进。当我们给自己足够的空间与时间，那些记忆便会在爱中松动。不是忘记，而是与他们共处，让他们不再主导我们的人生。情绪的释放是一场深刻的能量转化，它让我们从内在重新找回选择的力量，创造新的可能。当创伤被看见，频率开始改变，我们不再吸引那些让我们重复受伤的情境，我们开始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安全、更温柔的实相。释放的过程是一段与自己重新建立关系的旅程，不是要成为另一个人，而是重新记得我们原本就完整。那些过去的碎片不是阻碍，它们只是等待被接住、被理解、被温柔地拥抱。而我们终将走回自己心的中心，那里有一个从未被摧毁的核心，正静静等我们归来。有时候，我们以为情绪只是日常的波动，一场短暂的阴雨，一阵突如其来的风，来了又走，不需在意。但事实是，情绪从不只是来来去去的云，它们是一种讯号，一种能量，在我们的身体里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我们的振动频率，正是这些被看见与未被看见的情绪累积而成的结果。当你感觉低落、焦虑、愤怒或失望，那不只是心理的反应，而是你正在与某种低频的能量对话。而转化从来不是否定或压抑，而是有意识地与情绪共处，然后让它在爱的频率中完成它的旅程。很多人以为提升频率的方式是保持正面思考，但正念从来不是对痛苦视而不见。真正的提升是诚实地看见自己每一寸脆弱，然后温柔地穿越它。情绪不需要被解决，它需要被陪伴。当你在悲伤中愿意停留，不急着好起来，你就在对自己的灵魂说，我听见你了。那是一种无声的对话，让你从内在找回存在的安全感。
有时候你会发现，情绪的来访是为了唤醒某段被遗忘的自己。当你允许悲伤流过，允许愤怒说话，允许恐惧存在而不评断它，你正在做的就是情绪的转化。那不是逃避，而是蜕变。你会开始发现，情绪原本的尖锐慢慢变得柔软。在一次次的拥抱与理解中，你的能量场逐渐提升，你的频率开始变化。你不再需要外在的人事物来定义你的价值，因为你已经在自己体内找到了通往稳定的道路。振动频率的提升从来不是一夜之间的转变，而是一种深度的情绪觉察与选择。你会越来越敏感地知道，哪些想法让你沈重，哪些语言让你疲惫，哪些情绪让你远离自己的中心。然后你会学会呼吸，学会在每一次激动与失控前，先回到内在。那是一种力量的建立，让你可以在混乱中依然保持平静，在痛苦中依然相信光。频率不是假装一切都好，而是即使在崩溃时，你也知道自己终将好起来。这份信念会是你能量最纯粹的来源。当你开始转化情绪，你不只是提升了频率，你也变成了光的容器，可以为自己、为他人照亮。世界不再只是外在的风景，而是你内在状态的映射。你所看见的每一段美好，其实都是你已经震动出来的现实。当你成为情绪的主人，你就成为实相的创造者。这一路或许会有痛，但也将是一场回家的旅程，因为最终你会发现，你从未真的失去力量，你只是忘了自己一直都拥有那么多的光。我们总以为灵魂的指引会像一道雷电，在混乱中划破天际，给出明确的方向，但它其实更像一种细微的感受，一种来自内在深处的情绪震动。那不是逻辑推演的结果，而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知道。它来自一种温柔的确定，即使还不清楚为什么，你却已经感觉得到答案。情绪就是灵魂正在说话的方式，而你是否愿意听，决定了你是否走在属于你的道路上。我们从小被教导要控制情绪，理性思考，保持冷静，不被感觉左右。但那些被忽略的情绪，其实才是你最真实的导航系统。你心里的不安，或许是灵魂在提醒你，你正背离了自己真正渴望的方向。你眼泪中的释放，不是脆弱，而是灵魂正为你卸下不属于你的重担。你那阵突如其来的喜悦与兴奋，则可能是宇宙在拍着你的肩说，就是这里。便是灵魂的指引，不是追求永远的高频，而是愿意诚实地感受每一个情绪，即使它带着混乱、矛盾与疼痛。因为只有你愿意真实的感觉，你才会听见真正的自己在说什么。有些人用忙碌盖过内在的声音，有些人用理性解释所有的不是，但真正的转变从来都是从承认开始。承认你现在就是迷惘的，承认你心里真的有东西不对劲，承认你其实一直想逃离某个地方、某段关系，或某种自己早已不想再成为的样子。当你开始这样诚实，你就开始为自己点灯。你会开始发现，那些情绪里隐藏着的不只是反应，而是一种邀请，
让你重新回到你真正的轨道上。有时候你无法马上知道方向，但你会越来越清楚哪里不是你的路。你会越来越敏锐地感受到，什么让你心里紧缩，什么让你扩展。扩展的感觉是灵魂的语言，它告诉你，是的，往这里走。那不是毫无恐惧的状态，而是一种即使心跳加速也想前进的勇气。因为你知道，那是你与真实的自己再次对齐的证据。情绪从来不是障碍，它是指南针，是回家的地图。你不需要理解每一个感觉的源头，你只需要尊重它，陪伴它，聆听它。当你开始这样生活，你不再需要外在的认可来肯定方向，因为你已经开始听懂你自己的语言。那是最接近灵魂的语言，也是宇宙最真诚的回应。让情绪带你走，走向一条你越走越自由，越走越安静的路。那是灵魂真正的方向，永远都与你的感受共振，永远都在你的内在发光。那一天，你终于不再问为什么是我，不再把痛苦交给命运来解释，也不再把人生的重量推给他人来负责。你只是静静地坐着，望着那些曾让你心碎的经历。第一次，不想逃了。过去的你，总是活在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里。你说，是他伤了你，是环境不公平，是时机不对，是宇宙总不眷顾你。这样的你，不是脆弱，只是太久，你没被教会如何拿回选择的力量。受害者意识不只是哭泣与控诉，他也可能穿着勤奋的外衣，努力却总感觉无能为力，渴望爱却总遇到忽视与背叛。你曾经真的相信自己只是命运的被动角色，但当你慢慢觉醒，你开始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说，你可以不同。那不是叫你否定痛苦，也不是要你忘记过去，而是邀请你开始问另一个问题：现在我可以选择什么？转捩点从来不轰烈，它像黎明前的第一道微光，悄悄照进你早已疲惫的心里。你开始明白，每一段你以为的错误，其实都曾是一种选择，一种基于旧有信念、恐惧与无意识的选择。而你现在不同了，你开始看见，情绪不是敌人，是讯息；事件不是惩罚，是指引。你不再为发生的一切责怪别人，也不再让自己的价值感依附在外界的评价上。你开始练习创造，即使只是很小的一步，改变一句对自己的语言，做一个你曾害怕但心里渴望的决定。这些选择，慢慢的，在你的意识里雕塑出一个新的你，不再是我无能为力，而是我正在创造；不再是我只是受害者，而是这些经历正在锻炼我。你开始感觉到能量的转变，你不再紧抓着过去的剧本，你开始写自己的章节，一页一页，带着清醒的意识与选择的自由。创造者的意识不是完美，而是每次跌倒后都选择站起来的那份温柔坚定。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强大，而是深深理解自己曾经多么痛苦，却仍然选择爱与前行的勇气。这世界或许依然混乱，但你已不再迷失其中。你已记起，你的实相从来不是命运给你的，
而是你灵魂与宇宙共同创造的奇迹。而这个转捩点，不是某个特定的时刻，而是每一次你愿意选择力量而非恐惧的当下。你终于知道，你一直不是被动的接受者，你是那个把生命化为光与爱的创造者。在你遇见那个灵魂契合的人之前，宇宙总会先邀请你回到自己内在的深处，不是因为你不值得爱，而是因为真正的爱从来都不只是两个人的相遇，而是你与自己先学会了怎么不离不弃。你说你渴望一段深刻的连结，渴望有人懂你，接住你，陪你走过世界的喧嚣。但在那个人出现之前，宇宙会悄悄问你一个问题：你能不能先为自己做到这一切？理想伴侣的出现，不是你努力吸引来的结果，而是你灵魂准备好了之后自然发生的共振。而这份准备不是改变自己，迎合期待，而是慢慢地看见那些你曾经不敢碰触的伤。每一段过往的失望、被忽视、被拒绝的片段，都成了你对爱保持距离的理由。你说你渴望爱，但潜意识却害怕被看穿、被依赖、被再次遗弃。所以真正的疗愈，是温柔的一层层揭开那些保护自己太久的盔甲，看见你在爱里曾有的恐惧、匮乏与委屈，然后不再责怪那样的自己，而是拥抱他，原谅他，并感谢他曾经那么努力的想要被爱。内在整合的过程，有时候是孤单的。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挑剔，是不是太晚遇见那个对的人，是不是不值得拥有一份稳定的爱。但那些疑问的背后，是灵魂在邀请你学会一种更深的信任，相信你不需要完美，也能被深深地爱着，相信你不需要伪装坚强，也能被人温柔理解。当你开始允许自己感受爱、接受爱、成为爱，你也开始在无形中校准了你的能量频率，不是为了吸引某个特定的人，而是为了让你回到自己本来的样子，那个值得被完整爱着的你。你不再用他什么时候会出现来焦虑自己的人生节奏，而是问，我现在还有哪一部分需要我先爱回来？因为你明白，真正的爱人不是来填补你的缺口，而是与你一起见证你完整的样子。当你疗愈了自己与爱的关系，那个人会在对的时间、对的方式出现。你不需要追赶，不需要猜疑，因为他与你之间从来就不是寻找，而是回忆。你们早已在灵魂里约定，当你成为爱本身的那一刻，你就会认得他，他也会认得你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别再等待爱的出现，先成为爱，让它在你生命中自然流动。在这条回家的路上，你会发现，最深的爱，其实从你自己开始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